法律小常识，侵权法3。大家好，我是商业顾问 Ali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诽谤法在数码时代的电子网络中是否有效？它会永远有效吗？今天我们会浅谈侵权法的其中一个关键要素——诽谤 （defamation）。假设有一情况，在一假期中，两个朋友 Steven 和 Elsa， 他们都是著名的博客作者，参加了由迪迪尼组织的游乐场。在其中一次游乐设施中 ，Elsa 看不见 Steven， 当他正想拿手机，却找不到。在与迪迪尼员工激烈讨论后 ，Elsa 被一根电源线摔倒了。Steven 见状，过来扶起 Elsa， 并喊住期望员工们帮他一把。随后 ，Steven 和 Elsa 都被安保人员强行赶出了游乐场。Elsa 曾被推撞 ，Steven 对此事情的发生很生气，所以他们决定向警方报案。但警方认为此乃小事一宗，无需惊动警方处理。之后 ，Steven 和 Elsa 决定发送电子邮件至当地媒体、印刷品、在线和电视，包括 MPS 在内的各种其他团体，我们以及他们的博客。他们亦有通知警方有关他们在 Tweet 上的发表。在推文中，他们还附上了一张割伤和淤伤的图片，并声称迪迪尼不关注他们安全团队所做的事情，并且对客户过度使用武力。该电子邮件还敦促收件人联系迪迪尼的负责人，并鼓励重新发布这条推文。其中一些人确实这样做了。问题：根据2013年诽谤法第11条 ，Steven 和 Elsa 是否有权做出独立裁定？在每项发表中，这些文字的发布是否已经或可能对迪迪尼的声誉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诽谤是否对迪迪尼有限公司造成严重伤害及重大经济损失？迪迪尼应该起诉谁 ？Steven 和 Elsa 或社交媒体集团？分析 ：Steven 和 Elsa 可能会被迪迪尼指控诽谤。根据2013年诽谤法，诚实的意见定义为1，一个人本可以根据事实持有意见。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人没有诚实地持有该意见，则辩护无效。严重伤害定义为2，只有当声明的发布对索赔人的声誉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时，该声明才具有诽谤性。对牟利交易的损害不是对个人声誉的严重损害，除非它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索赔人的严重经济损失。网站运营商的位置3。当网站上的帖子涉及对迪迪尼公司的诽谤时，迪迪尼应获得发布声明的人的身份，并起诉发行者，而不是网站运营商。如果无法识别发行者，则迪迪尼必须向网站运营商发出投诉通知。如果运营商没有回应，迪迪尼可以对网站运营商采取诽谤行动。迪迪尼可能会起诉 Steven 和 Elsa 关于误导性出版物。如果这些割伤和淤伤不是由安全团队造成的，而是由 Elsa 独立摔倒造成的，迪迪尼必须证明其声誉受到严重损害的程度，以及诽谤是否对其业务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参考 Monroe v. Hopkins 2017-4，法官有理由根据以下几个因素以作出判断：公布范围、出版商的信誉、出版物是否属于短暂性质、申索人有否遭受暴力虐待、索赔人在 Tweet 上的回应等等。结论：诽谤侵权法是针对诽谤和保护个人声誉而设立的。为了平衡人们的名誉和言论自由，法律应该明确地界定两者之间的规则，并清楚地说明案件的理由。2013年诽谤法已通过1998年人权法进行了多次改革，并调整了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监管。有兴趣侵权法的朋友，欢迎在以下留言。很希望看见大家有趣的分析，记得向你的朋友圈传阅并 subscribe 啦。如果贵公司正面对住侵权法的困难，需要商业顾问、律师团队为你解难，欢迎私讯我。多谢收看，再见。